一提到丧尸，大家都会想到丑陋恶心，但是这部剧里的丧尸绝对打破你的认知。随便拉出来一个丧尸都是超模的存在，再加上战斗民族的独特气质和丧尸扮演者俄国模特的猫步，让西瓜感觉丧尸也不是不可以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始看剧。一个女人从昏迷中醒来，小美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她只记得昨天还在酒吧喝酒，和她一起苏醒的还有一个胖子。胖子最后的记忆还停留在发传单，房间里也不只有他们两人，剩下的人也都陆续醒了过来。几人发现他们被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，这里没有网络和信号，只有头顶安装有监控几人的摄像头。卷发女人艾拉暴躁着敲着肛门，但是无论她怎么呼喊都没有人回应。几人互相都不认识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前一天晚上被人迷晕或者喝酒宿醉，醒来之后就来到了这里。就在他们面对陌生的环境惶恐不安时，殊不知外面已经爆发了一场灾难。作为全球知名制药公司的防护伞，最新研制出了一款名为 K 的基因病毒。实验室里的人员小心地将病毒放进保险箱，打算前往郊外的秘密实验室做实验。谁知运送期间出现了意外，汽车失控撞到了路边的地铁通风口，车里的人员都陷入了昏迷，但那瓶 K 病毒药剂却不慎从保险箱里滑落，直直掉落进了地铁的通风口中。病毒顺着气流来到了地下，正在坐地铁的人们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。小女孩正拉着母亲的手撒娇，但是女人双目通红，转头看了一眼女儿后便突然倒在了地上。接着更多的人开始被感染，城市也陷入了混乱。政府不得不出面，一方面把地铁里面的伤员紧急送往了医院，一方面告诉其他民众这是一场恐怖袭击，敌国的间谍在地铁投下了病毒，让群众不要恐慌。但是政府还是低估了这场病毒的扩散，病毒很快就扩散到了外面，大街上也能随处可见感染者的尸体。居民们开始恐慌地朝城市外跑，末日的阴影笼络在人们的头上，犯罪和暴乱让城市一度陷入瘫痪，政府只能派出军队镇压。为了防止病毒传播到外面，只要身体稍有些异样便会被拉去隔离。而一切的罪魁祸首，防护伞公司的 CEO 丧彪正在听着助手的汇报。助手表示，他们原先研发的 K 病毒的初衷只是让女人失去生育能力，谁曾想经过2次改良的 K 病毒竟然发生了变异，普通男性感染后会在24小时之内死亡。好在病毒只能在有氧状态下存活1天。事情发生后，丧彪让手下清除了一切痕迹，这才没被政府查到防护伞公司的头上。而此时，在城市的一处警察局，混乱的警局中，一名老者声称自己是病毒的制造者。警察闻到老者身上一身酒气，于是把他当成了惹事的醉汉，关进了铁门里。另一边，被关在密室的几人并不清楚外面的事情。小胖发现一处冷库，里面存放着各种食物，所以他们目前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。通过搜查房间，发现一间密室，这里有各种奇怪的工具，看起来这里以前是一个实验室。眼镜男发现一个瓶子里装着的东西像是人的大脑，但是经过医学生小美的查看后，排除了人脑这个可能。几人也因此长舒了一口气，他们可不想成为某个变态的小白鼠。眼镜男这时又发现桌子上的一个瓶子里倒出的大量粉末，就在他仔细查看时，一旁的帽子男黄狗想捉弄一下他。黄狗关上了密室的大门，眼镜男在里面疯狂拍打，外面的几人看不下去了，制止了黄狗，然后打开了大门。可里面眼镜男的状况让几人吓了一跳，他弯着腰，嘴里不停地咳出鲜血。他们并不知道在密室黄狗对眼镜的恶作剧，还以为眼镜男本来就有什么疾病。尽管小美拼命地给眼镜男做着人工复苏，但是没有丝毫作用。眼镜男第一个下线领了盒饭，看着有人死了，大门还没有打开，所有人才明白幕后的人并不在乎他们的生死。光头男阿强暴躁地砸坏了所有的摄像头，既然这些人不在乎他们的死活，那么也没必要活在对方的监视之中。随后几人通过查看实验室照片发现，上面医生衣服上印着防护伞公司的标志。防护伞公司业务涉及到各个领域，所以几人对这个标志并不陌生。曾经作为黑客的科比告诉几人，别把防护伞公司想那么好。以前他和几个朋友黑进去过防护伞公司的系统，发现他们一直在从事生化药剂研发，还会用活体实验新药物。此话一说出口，气氛瞬间变得压抑了起来。毫无疑问，几人可能真是防护伞公司的小白鼠。此时的城市内，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撤出了城市。助手也报告丧彪直升机已经到达了楼顶。出发前，助手还询问丧彪，实验室被抓的小白鼠怎么处理。一瓶神秘病毒掉进了地铁通风管道，导致城市里面爆发恐怖病毒。感染的男人会在24小时之内死亡，
女人则变成了嗜血的丧尸。为了防止这种病毒传播到外面，士兵连夜封锁了城市，然后在城市周围设立起了高压电网，禁止任何人员进出。此时，一辆汽车停在了城市入口。这个自称小帅的男人想去城里寻找妹妹，顺便看一下表弟的公司。最近听说人手不够，在58同城招了很多优秀的人才。知道这边出事之后，便赶了过来。士兵当然拒绝了男人的请求，并且持枪威胁让他赶紧离开这里。看着对方强硬的态度，小帅只能再次回到了车里，但是没有找到自己的妹妹，并不甘心。看着对面的士兵，他咬紧牙关，猛踩油门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警察局内的一所牢房，一个老人正在大声呼救。一个男人听到动静赶了过来，并打开了铁门。看着满地狼藉的警察局，老人想询问男人发生了什么事，可男人也并不清楚。他也是昨天喝醉被关了进来，醒来之后发现一个人也没有，自己的手铐还打不开。随后两人来到警察局外面，外面的景象也吓了他们一跳，城市空荡荡的宛如死城，街道上还随处可见人类的尸体。男人表示他醉酒时模糊中听到一些病毒的传闻，这一切可能是病毒造成的。他们来到一处酒吧，打算填饱肚子。男人找出一瓶好酒，说酒也许能预防感染，自己就是昨晚喝酒才啥事没有。但是老人随后便反驳男人，酒精对这种病毒毫无作用，现在这种病毒已经不存在了，因为它只能在有氧状态下存活24小时。男人一边撬着手铐，一边询问对方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。男人只是笑了笑，把老人的话当成了玩笑。老人也没有再继续说，而是喝起了酒。随后回忆起那天的事，老人叫做波比，是防护伞公司的工作人员，但是看不惯防护伞公司拿活体做实验，所以已经退出。但是那天接到了丧彪的电话，丧彪告诉波比，博士 K 病毒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希望他过来主持进行实验。已经退出的博士当然是拒绝的。当初研发这个病毒的初衷是造福人类，但是对方竟然要女人不能生育，从而达到降低世界人口享受更多的资源，这种违背自然法则的事情，博士当然是不会同意。但是想到就算自己不去，对方也会继续实验，所以他稍加思考后便打算前去破坏。在运送的途中，博士原本打算悄悄偷走，没想到被其他人发现，冲突之下发生了车祸，汽车撞向了地铁出风口，病毒也泄露到了地铁站。没想到经过2次改良的 K 病毒发生了变异，这才造成了眼下的局面。原本事发之后，博士就前去警局报了案，但是警方把他当成了神经病。出来之后，外面就变成如此模样。当博士从醉酒中醒来后，发现年轻小伙已经不见了踪影，桌子上只有对方已经打开的手铐。博士随后来到厨房，看见地面上都是血迹，顺着血迹朝厨房里面走去，发现那个年轻小伙已经倒在了血泊中。博士大感不妙，眼前男人脖子上的伤势可不是病毒造成的。另一边的小帅，他一路驾车来到了妹妹上班的医院。进入到医院，他只看到满地的尸体，不只有病人，还有医生和护士。小帅不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了一道人影，跟着人影一路追到了大厅。对方让小帅离他远点，不要靠他太近。男人告诉小帅他是这里的医生。小帅说出了妹妹的名字，想要询问对方，但是男人并没有回答小帅，而是一直嘟囔着这不是疾病，而是病毒。随后更是痛苦地抱着脑袋，慌忙地从怀中拿出了一管药剂，扎进了自己的身体。随后好似清醒了一点，告诉小帅，药剂只能暂缓病毒的扩散。说完就一阵抽搐，倒在了地上。小帅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另一边的地堡内，由于没有了人为的操控，地堡内开始停水，冷库也被关闭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地堡内的通风设备也被关闭，这将表示要不了多久，几人便会因为缺氧而死。好在这时阿强在实验室发现了一个工具箱，结合起来实验室里的其他化学药物，他有信心能制造出来一个小型炸弹，这样可以试着炸毁地堡的大门。眼下只有这一个办法，几人只能全力配合。另一个房间的胖子突然听到一直没动静的收音机，这时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声音，他连忙喊来了其他人。经过科比的一番调试后，他们总算听清楚里面的内容。里面的人说城市遭受到了恐怖袭击，大部分人们都已经死亡，这种病毒具有强大的感染性。他警告其他人不要和感染者接触。地堡的几人还以为有人在开玩笑，但是科比结合地堡的情况分析出，里面人说的都是真的。如果地堡还有人操控，这种无线电根本传不进来。几人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大波浪艾拉不忘庆幸，他们困在这里反而意外躲过了病毒，不知道是不幸还是幸运。众人还在讨论外面的事，马尾女孩露西突然感觉呼吸急促了起来，他们这才意识到氧气已经不够用了，现在最主要的还是要逃离这里。另一边，在一处华丽的庄园里，丧彪来到了一间会议室，这里聚集着防护伞公司的董事会成员，这些人才是公司的实际掌控者，丧彪只是他们推出来的傀儡。几人斥责丧彪办事不力，将 K 病毒的样本摧毁，把原本的计划打乱，但丧彪明显是有备而来，
他告诉几人 ，K 病毒的初衷不就是让女性不育，从而达到削减人口的目的？但这次 K 病毒的爆发，让城市瞬间失去了90%人口，这不更快地达到净化人口的目的吗？这种速度比原先的计划快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在场的董事会成员也被丧彪这一番话弄得沉默了。丧彪接着表示，一旦彻底掌控这种病毒，净化人口、整合资源将比计划快无数倍。如果董事会不相信自己，他现在就立刻辞职。说着扔出了象征防护伞公司权力的吊坠，然后便走出了大厅。不得不说，丧彪赌对了。回到住处的他就收到了一封信件，打开之后，里面赫然就是象征权力的吊坠。一伙人被困在地堡里，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灾难。但是地堡内氧气不足，所以他们打算用自制的小型炸弹炸开地堡的肛门。阿强再次检查了一遍后，点燃了炸弹上的引线。机会只有这一次，所有人都很紧张。可就在这时，几人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敲门声，接着肛门便被人从外面打开，一个受伤的男人闯了进来。阿强连忙拆下了炸弹，几人想要对男人进行询问，可是对方受伤太重，直接陷入了昏迷。他们将男人抬到了床上，然后让医学生小美进行施救。阿强从男人口袋中翻出了一张门禁卡，他将卡片放到了肛门上，果然大门被打开。他们出去才发现，他们所在的只是地堡中的一个房间，外面都是尸体。好在其他几个房间里有各种物资，但阿强还是不满足，困在地堡内。又刷开一处铁门后，穿过一条长长的通道，终于走出暗无天日的地堡。可两人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一道诡异的声音就传了过来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两人还是先返回到了地堡。几人从阿强嘴里知道外面的情况后，还是打算要前去市区，毕竟这里物资有限，尤其是药物之类的。几人刚离开地堡没多久，就看到几辆废弃的汽车，地上还有几具已经腐臭的尸体。这时他们心中总算接受了外面爆发病毒的事实。很快几人便抵达了一处大型商场门口，正打算进去，刺耳的噪音再次传来。除了阿强外，其他人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，都感觉浑身不自在，只好加快脚步想收集完物资就回去。但进入到超市，几人很快都兴奋了起来，毕竟末日福利就是超市零元购，都兴奋地往购物车上拿着各种东西。他们也渐渐忘了刚才那道让几人不舒服的声音。小美推着车子正闲逛，突然发现楼下站着一道人影，她喊了半天对方都没有回应，随后她一路跑到了楼下，但是那道身影早已经不见了。小美以为对方跑到了卫生间，胆大的她还一一推门确认。阿强的出现把小美吓了一跳。小美询问阿强是否见到一个女人，阿强表示这里只有自己，但是小美不认为是自己眼花，自己明明看到了一个女人。于是阿强让小美和其他人会合，他前去寻找。阿强顺着扶梯一路来到了楼上，没想到还真在一处拐角发现一个女人，正趴在一个男人的身上晃动脑袋。喊了对方半天没有反应，阿强直接来到了这对男女的身旁。Да хорош уже, я к вам обращаюсь, У вас все тут нормально? 阿强被眼前的女人吓得连连后退，刚准备拔腿就跑，却看到旁边扶梯又下来了一个女人，她们的眼睛都漆黑如墨，根本不像是正常人。阿强看情况不妙，撒腿就跑。而另一边，正打算离开的小美等人，也同样在路上遇到了一名女人。看清女人的瞳孔后，几人才意识到不对，连忙朝后面的扶梯退去。谁知女人直接张嘴发出了刺耳的尖笑。如果你在商场遇到这只美女丧尸，那么你该如何来应对？几人急忙朝后面退去，可这时美女丧尸发出一声嘶吼，短短的几秒钟时间，刺耳的声音就把胖子的耳朵都震出了血。丧尸正朝他们一步步逼近，一声枪声突然响起。原来是来城中寻找妹妹的小帅，也正在这个商场寻找物资。商场内的尖笑声再次响起，大批的丧尸开始朝几人扑来。几人在小帅的带领下来到了门口，这里有他事先准备的汽车。一行人挤进这台小汽车后，就飞快逃离了这里。汽车一路疾驰来到了地堡，
好在除了杰拉扭到了脚外，其他人都没有受伤。地堡内的几人也是第一次见到丧尸，他们只知道外面的人遭遇了病毒感染，并不知道会有这种怪物。刚才把他们救下的小帅似乎十分了解这个病毒，他告诉几人，外面的这种怪物都是女性，男人感染这种病毒会在数小时之内死亡。在城市寻找妹妹这几天，小帅已经遇到了不少这样的丧尸。这种病毒罪魁祸首就是防护伞公司。至于为什么那么了解这种病毒，是因为他在几天前遇到了波比博士，他参与了病毒的研发和制作。波比博士还告诉小帅，病毒原本只是不能让女性生育，但是大量的传播让病毒发生了变异，男性感染会死亡，女性则会变成这种怪物，发出的尖笑声能伤害人的听觉。博士想让小帅帮忙破坏防护伞公司的病毒资料，如果让他们批量研制出这种病毒，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但是小帅并不想卷入这个漩涡，他只想找到自己的妹妹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几辆汽车驶进了城市，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得到权力的丧彪。得知病毒发生变异之后，丧彪回到这里就命令一支小队来到了一个下水道。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正是丧尸的最爱。小队来此的目的正是要抓捕几只实验体。一道身影从士兵眼前消失不见，士兵赶紧跟了上去，谁知直接冲到了丧尸窝。士兵开枪之后，丧尸瞬间不见了踪影。上面的命令是抓捕活的，士兵们只能分头行动。这一决定也导致他们损失惨重。好在另一个小队完成了任务，抓捕到了一只实验品。丧彪看着眼前的丧尸有些不可思议，他也没料想到病毒会变成这样。专家告诉丧彪，这些女人只剩下吞噬的本能，发出的尖笑不只能攻击其他人，也是丧尸们互相传递信息的方式。看着眼前的丧尸，丧彪心里的野心愈加膨胀。地堡这里，自从上次从商场回来之后，杰拉就开始呕吐和头疼，鼻子更是时不时流出鲜血。幸亏地堡内有医学生小美，把受伤的士兵护理得十分周到。上次出去并没有来得及寻找医疗用品，而那名受伤的士兵伤势严重，必须要输血。小美打算出去寻找血包。小帅这时想到，妹妹上班的那家医院离这里不是很远，于是为了安全起见，小帅和小美再加上阿强和卷毛前去医院，其他人在地堡内不要外出。可他们刚离开地堡，杰拉就不见了。胖子查看监控才发现杰拉离开了地堡。胖子作为杰拉的暗恋者，担心杰拉遇到危险，也一路追了过去。小帅带着几人来到了医院，这里和他上次过来的时候没有什么改变，空气中弥漫着尸体的腐臭味。几人小心翼翼地找着血库的位置，突然听到后面传来诡异的声音。接着他们还没有走几步，就看到旁边有人影闪过，原来是独自行动的卷毛。阿强责怪卷毛擅自行动，结果两人吵了两句就动手打了起来。尽管小帅急忙出面阻止，动静还是引来了一只丧尸护士。几人拔腿就往外面跑，刚跑到楼道迎面就有丧尸冲来，小帅只能拔枪对丧尸射击。后果就是巨大的枪声吸引了更多的丧尸，几人疯狂地跑到了医院外面，可里面的丧尸还在紧追不舍。阿强只能用身体挡住医院的玻璃门，在最后一刻才跳上了汽车。另一边的杰拉，他来到了一处房屋，原来他在录音机上听到这里有幸存者聚集地，还有医生能治疗这种病毒，可到这里却发现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正当杰拉一脸绝望时，后面传来脚步声，他连忙躲到桌子后面，想不到来人竟然是胖子。胖子放心不下杰拉，也按着广播上的地址来到了这里。两人在录音棚找到已经死亡多时的主播，杰拉彻底绝望了，仅存的一点希望就此破灭。胖子安慰杰拉，不一定是被感染，可能只是普通的呕吐而已。杰拉这时也想到了什么，随后两人找到了一个药店。等杰拉再次出现的时候，明显轻松了很多，原来她并没有被感染，只是怀孕了而已。至于谁是孩子的父亲，胖子正想询问，突然旁边传来尖笑声。小帅几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医院寻找血包，谁知刚回到地堡就出事了。胖子和杰拉竟然擅自离开了地堡，几人正打算出去寻找，露西这时跑过来告诉他们，那名受伤的士兵苏醒了。可当卷毛打开大门，却发现病床上已经没有了人影。就在他刚走进房间时，那名士兵突然从他背后出现，被吓一跳的卷毛枪走了火，直接射杀了这名士兵。其他人看着眼前的一幕呆在原地，卷毛也是一脸懵逼，知道自己闯祸了，但还是放不下面子，向几人解释这个人早就该死。阿强这时站了出来，他表示卷毛的鲁莽迟早害死大家，在医院就是他的挑衅吸引了丧尸过来。见到其他人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说话，卷毛一气之下离开了地堡。
尽管小帅再三挽留，但是卷毛还是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地堡。另一边的丧彪经过手下对女丧尸的研究，发现他们似乎十分惧怕高频的超声波，这让丧彪看到了控制这些丧尸的手段。只要能控制这些不怕死的丧尸，那么他以后就不用做别人的傀儡，毕竟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才算安全。地堡内的食物已经不够几人使用，小帅等人只能再次出来寻找物资。末日之中最没用的就是金钱，曾经人们忙碌奔波的东西，现在也只是一张废纸。就当几人在外面搜索物资时，阿珍则不知不觉自己走进了一间小屋。也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，一个丧尸出现在了阿珍的身后，阿珍被吓得呆在了原地。好在关键时刻阿强及时出现，将丧尸击倒，救下了阿珍。Она тебя не покоцала? Нет, не успела. Чуть сюда одна поперлась. Все, пошли отсюда. 把食物都带回地堡后，众人都十分高兴，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短时间内不用再为此操心。其他人都很高兴，只有小帅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地堡。小帅来这里的目的一直是为了寻找妹妹，他打算再次去城市里看看。让小帅没想到的是，小美也跟他一起上了车。这几天的经历也让两人暗生情愫。地堡内的其他人并没有发现两人离开，都在吃着从外面带回来的食物，只有阿珍在一旁似乎有些心事。小帅和小美驾车来到了妹妹男友的住处，这也是小帅最后一个没有找过的地方。刚来到客厅，就看到妹妹男友的尸体。小帅捡起尸体旁边的电脑，果然在里面找到了一些信息。电脑里面有妹妹和男友录的视频，两人在病毒爆发前一直很甜蜜。在病毒爆发后，他们也想随着其他人离开这个城市，可妹妹开始浑身不舒服，好像已经被感染。男友只能把妹妹关在房间里，然后定时给她注射抗病毒药剂，可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。最后的画面是妹妹变成了丧尸，正缓缓走向男友。小帅有点崩溃，事情果然往最坏的地方发展。小美拿着药物刚走出房间，变成丧尸的妹妹这时突然出现，看着逼近小美的妹妹，小帅只能举起手枪，在妹妹扑向小美的瞬间，含泪扣动了扳机。亲手杀了自己的妹妹，小帅崩溃了。他跑那么远过来就是为了自己的妹妹。另一边的地堡内，艾拉觉得地堡内有些闷，于是就来到外面抽烟。殊不知危险已经悄然来临。地堡内的科比最先察觉到不对，门外的摄像头竟然无法观看。就在他打算前去查看时，被人直接一棍子敲晕。等科比再次醒来，地堡内已经闯入了一群不速之客。这群劫匪检查了几人的身体之后，确定没有人感染，才取下了防毒面具。这群劫匪的目的显然也不是这里。头领下令带走一切能找到的物资，然后将科比几人关进了一个仓库。从劫匪几人的对话中，科比得知这些劫匪原本是城市的管道工人，他们有城市地下管道的设计图。虽然城市上面被严加看管，但是这群工人手持地图，还是很有机会逃出这里。看管他们的劫匪看着阿珍一脸坏笑。末日之中人性的恶被无限放大。阿强想阻止劫匪的举动，但是却遭到了一击重击。面对劫匪手中的枪，没有人敢再次站起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阿珍被劫匪带入另一个房间。谁知下一秒，听到动静的劫匪头目一把将男人从屋里揪了出来，随后更是开枪将男人击杀。原来头目早就立下了规矩，由于这种病毒女性是携带体，所以为了活命必须远离他们。头目吩咐其他人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，他们打算直接将科比几人困死在仓库内。就在大门关闭的瞬间，艾拉突然大喊出声。艾拉表示自己愿意和他们一起离开，她十分了解这群劫匪的需求，现在没有病毒的女人十分稀缺。阿强劝艾拉不要冲动，可是艾拉明显明白，和劫匪在一起虽然很累，但是总好比困死在这里。头目当然愿意金发大波女投怀送抱。就在他们要把艾拉带走时，阿强表示不能白白带走他们的同伴，要走的话希望留下一份管道地图。没想到听到这话的头目反而一口答应了。显然金发美女的投怀送抱让头目很是满意。随后劫匪们带走了艾拉，关闭了地堡的大门。劫匪们走后，阿强就从里屋放出了阿珍，对方像是受了什么刺激。外面的几人还在想怎么出去，阿珍此时来到了镜子前，缓缓地掀开了袖子。原来先前在外面的时候，他还是被丧尸给咬伤了。末日之中到处充满危险，女人走在半路上看到一具尸体，就在她愣神的瞬间，一只丧尸已经悄然来到她的身后，女人吓得连忙后退，眼看丧尸就要朝她扑来，丧尸竟然自己倒在了地上，紧接着她也失去了知觉。当杰拉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陌生的房间，在他的拼命叫喊中，大门被打开，一名士兵进来对他身体进行了检查，确认杰拉没有被感染后，背后的老板终于现身，正是防护伞公司 CEO 丧彪。
另一边的小帅和小美，他们在街道上遇到几名士兵，正打算上前呼叫支援，谁知士兵直接开枪对他们射击。两人看情况不对，立刻撒腿就跑。好在熟悉这边的地形，顺利甩开了士兵。这时小帅才意识到，这些士兵很可能是来清理城市里的幸存者的，不管有没有感染，都会被一一消灭。外面除了要应对丧尸，还要小心士兵，所以他们决定先返回地堡，正好救下了被匪徒困在里面的几人。知道外面的情况后，众人都十分清楚，必须抓紧时间逃离这座城市，不然不是被那些怪物感染，就是被军方杀死。这时阿强拿出了从劫匪手中要到的管道地图，从城市地下行走，目前来说比在上面要安全得多。就在几人商量对策时，大门外面突然传来了声音，几人小心翼翼地躲在一旁。小帅和阿强瞬间制服了眼镜男，搜索男人身上的物品，发现他居然也是防护伞公司的员工。但是男人连忙解释，并不是自己将他们关在这里的，是总裁丧彪的意思。他是波比博士的学生，波比博士并不是和丧彪一伙的，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些资料，用来研究病毒的解药。几人被困在这里窝了一肚子火，他们也清楚殴打眼前的男人解决不了什么问题。就在众人商量怎么处置他时，房间里突然传来尖叫声，原来是阿珍担心自己变成丧尸，打算用小刀了结自己。赶来的几人除了阿强，这时才知道阿珍感染了病毒。阿强向阿珍解释，博士已经在研究解药，用不了多久病毒便会被消灭。在阿强的轻声安慰下，阿珍终于放下了小刀。等几人打算再去询问眼镜男时，发现眼镜男已经被小美给放走。原来小美还有另一层身份，就是波比博士的女儿。阿强愤怒地抓起小美的衣领，这时小美才知道阿珍被感染。好在她已经从眼镜男的口中知道了博士实验室的位置。为了治疗阿珍，他们改变了行程。几人查看地下管道的地图，打算先从地下前去实验室，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冒险。黄狗和女友露西打算直接逃离城市，他们也把想法告诉了小帅。小帅几人也知道不能勉强，也同意了两人的想法。另一边的丧彪为了能更好地完善实验，竟然将杰拉直接关进了丧尸所在的实验室。丧彪想看看丧尸对于活人的攻击，丧尸看到杰拉后就要展开攻击，可随着实验人员将超声波打开，丧尸竟然有些畏惧，开始出现不适。丧彪觉得力度还是不够，一把抢过控制器调到最大，最后丧尸承受不住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丧彪脸上露出得意，他已经找到了控制这些丧尸的办法。第二天，地堡内的两拨人一一互相道别，黄狗和女友露西离开了队伍，小帅几人则是走进了一个地下隧道。黄狗和露西想在路边找一辆汽车，但是黄狗的老毛病又犯了。他原本就是一个小混混，他从尸体上抠下了一枚戒指，想给露西一个惊喜，直接戴在了他的手上。但是露西并没有高兴，反而十分生气。他本来就不赞成脱离部队独自离开，正是黄狗的花言巧语让他相信了对方。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花里胡哨。露西一气之下跑回到了自己在58同城买的房子里。黄狗并没有前去追赶，而是继续跑到车上翻找起来钱包。谁知下一秒，一个丧尸就出现在他面前。他吓得赶紧关闭了车门。就在黄狗不知如何是好时，露西又从后面返回了过来，大声呼喊，吸引丧尸朝他这边来。此时他并没有想到会是什么后果，只是想让男友脱离危险。谁知黄狗看都没看露西一眼，扭头就朝反方向逃去。女丧尸也发现男人是个渣男，控制露西之后扭头就朝黄狗追了过去。别看丧尸脚踩高跟鞋，可追击的速度一点也不慢，黄狗吓得头都不敢扭。谁知下一秒居然撞在了军方设置的高压网上，最后也是恶有恶报，只是心善的露西也没能逃脱变成丧尸的命运。另一边，小帅和阿强几人正想通过地下离开城市，可阿珍的感染越来越严重。虽然携带的抗病毒药剂可以减缓阿珍变成丧尸的时间，但是此时病毒血清也已经快要消耗殆尽，几人只能尽量的加快脚步。就在他们抵达一处地铁站时，在这里遇到了一具工作人员的尸体。他们准备跨过尸体前进时，谁曾想这个男人并没有死透，一把就抓住了小美的大腿。为了救下小美，小帅只能扣动扳机将男人杀死。可这里闹出的动静也吸引了丧尸的注意力，四周开始响起了尖笑声，众人都不敢过多停留，开始沿着隧道狂奔。惊慌中，科比掉队和其他几人走散。听着越来越近的尖笑声，科比只能顺着楼梯爬到了地面，但地面上的丧尸更多。还没等科比站稳脚，一只丧尸就朝他扑了过来。由于不熟悉这里的地形，科比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，最后被几只丧尸逼到了一个角落。眼看几只漂亮丧尸就要对他发起攻击，一个戴着头盔的女人突然出现。只见她先是开了一枪，随后就拿出了一个类似遥控器的按钮。丧尸听到这种超声波后表现得十分畏惧，女人趁机带着科比逃之夭夭。女人将科比带到一艘废弃的游艇上，她的名字叫做伊曼。其实她冒着生命危险救下科比，也是有目的的。和科比几人的想法一样，
伊曼也想逃离这座城市，她和男友也找到了方法，可就在将要进行的时候，男友突然发生了意外。于是伊曼想让科比成为他的新搭档，由伊曼驾驶摩托车飞过电网，然后科比拿着武器在后面掩护。科比也十分钦佩女人的坚强，于是同意和她一起进行计划。此时地道里的几人也发现科比不见了踪影，循着踪迹也一路来到了地面，但在周围找了一圈，并没有发现他的踪影。时间紧急，他们打算在这里等科比一天。如果到时间还不见科比，那么他们就再次出发。到了晚上，负责站岗的小帅和小美忽然听到收音机里传来胖子的声音，他告诉几人，他和杰拉两人已经找到了出城的办法，让地堡里的其他人到公园里集合。虽然感觉事情有点蹊跷，但是哪怕1%的希望，几人也只能先去试一试。小帅做了2手准备，他自己一个人先前去公园，其他几人留在原地。如果他半个小时还没有回来，其他几人就立刻离开，不用管他。小美不放心小帅自己一个人，于是也打算和他一起。小帅拗不过小美，两人只能一起前去。很快他们便来到了公园里，可找了一圈并没有发现胖子的身影。就在他们打算返回时，胖子的身影终于出现。阿强见两人迟迟未归，他让阿珍在隧道口不要乱跑，自己去查看。可刚一出地道口就被士兵给围住。果然胖子其实就是一个诱饵，他们一行人全部中了防护伞公司的圈套，士兵将他们关进了一辆汽车里。胖子也是被逼无奈，丧彪拿杰拉的性命威胁他发假消息，几人知道真相后也只能沉默不语。汽车后门这时被打开，丧彪将杰拉也送到了车里。看到小美，丧彪十分兴奋，他其实想要抓到波比博士，没想到意外抓到了他的女儿。有小美在手上，不相信波比不会就范。丧彪让手下继续全程搜查博士的踪迹，他要去招工快的58同城找个新司机，好完成实验之后赶紧离开这里。车里的阿珍突然陷入了昏迷，看来他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，疫苗已经消耗殆尽。就在几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，车外突然传来了枪声，接着便是丧尸尖笑声。一名士兵打开了车门，想要爬进来，可最后还是倒在地上没了动静。没有了士兵的看护，几人下车想要离开这里，可谁知从四面八方围过来很多丧尸。成群的丧尸正浩浩荡荡地朝前面的信号塔走去。他们原本游荡在城市里的各个角落，但是此时他们被强大的超声波吸引。这是丧彪的最后一项实验。就在几个小时前，阿强几人被丧尸群包围，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胖子打算献祭自己。他开枪把丧尸都吸引到了自己身边，随后捡起死亡士兵身上的炸弹。等丧尸包围他的时候，他立刻拉开了引爆线，用自己的生命给几人创造了逃跑空间。几人找到了一处房屋，本想在这里休息一晚，可到了半夜，阿珍突然孤身一人朝外面走去。原来他也被超声波吸引。等阿强等人发现他人不见出去寻找时，只发现外面成群的丧尸正朝一个地方移动。他们也在人群中发现了阿珍，阿强直接冲过去将他拉出了队伍。两人的动静没有引起丧尸们的注意，因为前方巨大的发射器更加吸引他们。好不容易熬到了白天，阿珍似乎已经恢复了正常，但几人都清楚，如果再不加以治疗，那么他将彻底变成丧尸。于是他们打算前去波比的实验室。幸好这里离实验室不是很远，可等他们好不容易赶到，竟然发现实验室被木板给封死了，最后的希望也被破灭。就在他们垂头丧气打算离开时，谁知波比博士直接从里面推开了大门。原来他一直都暗中躲藏在实验室里。妇女也没有过多的寒暄，因为阿珍的身体已经不允许耽搁。可波比博士目前还没有研制出来解药，还差最后几种化学药品。他已经派自己的助手出去寻找，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助手在外出的时候已经被丧彪的人抓住，但2名士兵将助手当成了普通人。大意之下，助手一个转身给逃走了。在路上正好遇到了科比和伊曼，科比也担心自己在地堡里的同伴，了解清楚波比博士有能力做出解药后，3人打算先前去实验室。可当他们赶到实验室的时候，发现大门口围满了几只丧尸。伊曼从腰间再次掏出了遥控器，丧尸十分惧怕这种超声波，纷纷后退。3人也顺利进入了实验室里，得到了助手找到的最后几种材料。波比博士立刻就开始调配解药，没过一会，第1种解药就顺利诞生。就在小美想要拿注射器想要给阿珍注射时，楼上昏迷的阿珍突然苏醒，体内似乎再次发生了变异，眼睛里的瞳孔也彻底变黑。阿强面对已经尸变的阿珍，还是不舍得下手。尽管2人早就已经有约定，但是亲手杀了自己的爱人却十分残忍。楼下的几人只听见一声枪声，等他们赶到楼上，就发现阿珍倒在了血泊中。看来阿强最后还是遵守了承诺，还没给他们悲伤的时间，因为丧彪的人已经来到了实验室门口，一枚毒气弹就被扔进了实验室，几人瞬间丧失了行动能力。丧彪看到波比博士大喜过望，因为他的实验遇到了阻碍，只有波比博士能继续研究下去。在丧彪用小美的性命威胁下，波比博士假装顺从，然后带着丧彪前往楼上单独谈谈。
他告诉丧彪自己研制出了新的病毒，感染的人变异速度更加迅速，而且能力和力量大大提升。说着就开始摆弄电脑，说要调取资料。可谁知通风管道突然打开，波比表示病毒就在通风管道中。现在他们两人都已经感染，但是目前研制出来的解药只有一支，只要丧彪让楼下的几人安全离开城市，那么就会拿出那一份解药。丧彪不敢赌博是在说谎，关乎自己的性命他不敢马虎。他拿出电话让手下准备一辆汽车送小美几人出城。可就在士兵护送他们出城的路上，那群抢劫过地堡的劫匪拦住了他们。头目看到几个老熟人十分惊讶，可在得知这个车辆能自由进出城市后，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。他们扒掉了守卫的衣服自己换上，然后将小美几人赶下了车。他们打算开着这辆汽车蒙混出城，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丧彪哪会真的放过小美几人？守城的士兵早就接到了命令，看到这辆出行的汽车后，立刻就进行无差别的射击。可怜的劫匪们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这边丧彪对波比博士说小美已经安全出城，波比想要和女儿通话确认，丧彪却表示城外的信号已经被屏蔽。见波比还是不肯给解药，丧彪也不装了，直接拿枪挟持了助手。为了避免助手被伤害，波比也只能从保险箱里拿出了解药。丧彪见到解药后，毫不犹豫地扎进了自己的身体里。可他一抬头就看到了波比两人冷漠的眼神，丧彪突然感觉呼吸困难，并且身体异常疼痛。他还是被波比博士给摆了一道。博士拿出的其实是一管浓缩病毒，而且从一开始他就被耍了。通风管道里根本没有什么毒药，怪就怪丧彪太过惜命，也太过愚蠢。此时的另一边，小美打算再次前往实验室，其余的几人也打算跟着，毕竟此时他们也无法出城。当几人来到实验室旁边时，突然发现外面躺着一大片丧尸的尸体。原来这就是丧彪实验的副作用。这种超声波虽然能控制丧尸，但是也是在激发潜能，3天之内这些丧尸就会死去。就在此时，对讲机也有了信号，小美也和波比博士重新联系上，得知丧彪已经死了，几人都十分高兴。阴差阳错之下，丧尸也全被消灭。就在他们认为此事已经过去的时候，远在俄罗斯的一处别墅内，防护伞公司的董事会正在开会。他们早已经知道丧彪此次实验的缺陷，也找到了解决的方法。怀孕的丧尸会让体内的激素提升，所以他们会免疫超声波的副作用。这种丧尸才是他们所需要的超级战士。影片的最后果然有个红衣丧尸正在徒步慢慢朝城市移动。